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上一期视频这一个直米35瓦的各项测试数据都放出来了，想看测试视频的，我们前面一个视频去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各项测试数据跟前面那些博主测试的各项数据基本上是一致的，特别是这个文波啊还是没有变，非常的极品。然后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把它拆解开，看看里面的用料有没有变化。我们话不多说，先来拆解它。正规产品的充电器，它的焊接方式都是采用的波峰焊焊接，焊接的非常的牢，要想撬开的话是很麻烦的，所以说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这里把它切开。切的差不多了，我们把盖体把它撬开，这就是内部的样子，这就是这个主板的样子。背面这一块是紫铜的散热板，内部的折叠插脚部分通过螺丝固定在这个壳体上面。这里是220伏的输入端触点，2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这边是输出端的2块小板。次级的话是采用了2路的降压电路。芯片的话有没有变化，我们需要把这个全部都把它拆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白色的硅胶给它清理一下，这是咱们清理下的白色的散热硅胶。这2片塑料片是作为初级次级隔离用的，这一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散热铜板，紫铜的材质，上面还有一层黑色的麦拉片进行绝缘处理，这边缘部分用绝缘胶布做了绝缘处理的。这就是主板的样子。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的3片主板，2片小板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折叠插脚模块，2个卡簧把这个折叠插脚给卡在这上面。这里是220伏的触点夹住主板，这里也是不吸磁的铜质材料，插头部分也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这就是输入端的一颗黑色方块形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5年，专业从事电路保护元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上海福佑斯电器，属于福佑斯 TSP 方形系列合式保险丝，规格是2安，耐压250伏。充电器的供膜电感，内部磁芯为绿色，用气包线和绝缘线进行绕制，底部还有塑料支架进行固定。这个是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绿色 NTC 抗浪涌电阻，防止插座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它的适应 SCK0R52， 来自创立于1979年，致力经营电子保护组件领域的企业台湾新秦电子。这一颗灰色的安硅 X2 电容，来自创建于1955年，一直专注于薄膜电容器的研发和制造的企业厦门法拉电子。这个电容属于法拉电子MKP62 系列金属化聚比芯膜抗干扰电容器，规格是 0.047 微法，耐压275伏。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直流电的整流桥，它的适应型号 ABS210， 来自成立于2006年，专业致力于芯片二极管整流桥半导体功率器件领域的企业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这款整流桥的规格是2安，耐压1000伏。3颗电解电容，来自成立于1985年国产老牌铝电容生产厂家湖南的爱华电子，其中2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它的规格是27微法，耐压400伏，属于爱华 HS 系列高文波电流电源专用电解电容。另外1颗 4.7 微法，耐压100伏，这是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属于爱华 NB 系列高可靠性、耐高温、长寿命电解电容。这一颗电感是一个工字插膜电感，是用来滤波用的，内部工字磁芯，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用气包线的铜丝进行绕制。
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主控芯片，它的适应型号 SC3056，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上海的南星半导体。这是一款集成耐压650伏氮化镓器件的高频准谐振反击式 PWM 转换器，具有低启动电流、快速启动、低待机功耗等功能，集成了用于 VDD 供电的分段供电电路，特别适用于输出电压范围宽的应用。陡频和智能驱动功能可使噪声最小化，从而改善 EMI 性能，提供全面的保护，防止电路在异常情况下受到损坏。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端有一个塑料的支撑角把它支撑着，然后这几个角位就是初级的输入端，上面有铜箔并包有黄颜色的塑料胶带缠绕进行保护。这里有厂家的适应信息。用于输出电压调节反馈的光电耦合器，适应型号 CT1018，来自致力于光电和离散 MOSFET 产品设计的和销售的公司台湾兆龙科技。这是一颗贴片式超薄长角距光耦，一颗蓝色的陶瓷外电容，负责输出抗干扰，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集科研开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企业深圳市昊田电子。这个电容的适应型号 681K 680匹法，耐压400伏。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电路，由2路降压电路构成。这一边是次级的同步整流部分，初级和次级有一个塑料片进行隔离。这一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同步整流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SC3511，也是来自上海南星半导体。这是一款智能型次级同步整流器，内部集成了一个100伏功率 NMOS 开关管，可以代替肖特基2极管，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无需辅助绕组供电，具备特殊的开启检测电路，极低的静态电流带来低待机功耗，支持 DCM、CCM 和 QR 模式的反击变换器，支持高端同步整流和低端同步整流。这是一颗431稳压芯片，用于同步整流后电流的电压稳定。这一颗就是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集铝电容、固态电容、超级电容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兆庆绿宝石电子。这一颗电容的规格是470微法，耐压25伏，属于绿宝石 CH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耐高温固态电容。这2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2路升降压控制器芯片，它们的适应型号都是 SC8721，一样的是来自上海南星半导体。这是一颗超高效率，内部集成了4颗 NMOS 功率管的同步升降压变换器，支持 2.7 伏到22伏输入电压范围和 0.7 伏到22伏输出电压范围。通过 I2C 接口可以对输出电压、输出线流和开关频率进行调节，采用电流方式控制，支持输出线流、动态输出电压调节，具有内部线流、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保证不同异常情况下的安全。2路降压电路用的降压电感都是一样的，内部磁芯为黑色，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扰制，底部有塑料的支架，用黑胶把电感进行固定。电感的作用主要是负责储能、滤波和蓄流的作用。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适应型号 WT6639F， 来自成立于1989年台湾知名的 IC 设计公司之一伟全电子。这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USB PD 控制器，支持 USB PD 3.0 PPS 规范，内部集成2组 USB PD 基带、Type-C 线缆检测、电压和电流监测器、NMOS 开关驱动器和8位 MCU 等等，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部的组件，从而实现了小尺寸和低适配器成本。使用 I2C 接口或 FB 引脚控制输出电流和电压，具备多次可编程 ROM 和可编程故障保护功能，确保适配器的安全可靠。这里有一颗 NTC 热敏电阻，用于充电器内部温度检测。2颗白色的适应 R2005 的电阻，分别用于2路电路的电流采样。2颗2次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也是来自兆庆绿宝石电子，它们的规格是220微法，耐压25伏，也是绿宝石 CH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耐高温固态电容。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一共4颗 MLCC 片式堆积陶瓷电容，1路电路用2颗进行再次滤波。充电器的次级输出小板
各有一颗输出 V80 开关管，它们的规格是一样的。适应型号7534，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专门从事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公司——美国 AOS 万代半导体。这一颗 NMOS 的开关管规格是耐压30伏，内部的导阻5毫欧。Type-C 口，这里焊接了5颗贴片式的二极管，其中2颗适应 B2 的用于稳压，3颗适应 A4 的用于整流。这是充电器的 Type-C 连接器内部舌片的细节，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做工还是可以的。充电器的后盖壳体上面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一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固定折叠插脚的塑料盖板上面一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初级次级隔离用的塑料片一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这个经典款的直米35瓦氮化镓双口充电器，经过我们评测和拆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并没有减配，也没有改版，充电器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现极为优秀。经典的蓝芯主控、整流、降压方案、尾权协议及 MCU 控制，万代功率器件一样不少，文波控制属于极品，用料也没有减配，70块左右的价格，只有苹果原装35瓦充电器1/5的价格，确实是苹果用户的必备之选。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